飞机在蓝天中穿梭，本该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、民众自由出行的象征。可如今，中国的天空却变成了一片冷冰冰的修罗场。最新财报府一出炉，三大航空央企国航、东航、南航2025年上半年合计亏损超过47亿元。这已经不是一次偶然的财务滑坡，而是整个中国民航业深陷泥潭的血淋淋事实。47亿元的亏损意味着什么？这相当于每天烧掉超过2.6亿元。每一架看似在高空翱翔的飞机，背后都在疯狂吞噬现金流。乘客看见的是满满当当的座位，可财务报表却写满了触目惊心的亏损数字。先看国航，上半年营业收入807.57亿元，却亏了18.06亿元；东航收入668.22亿元，亏了14.31亿元；南航营收最高862.91亿元，但亏损也最大，达到15.33亿元。三大行加在一起，亏掉了整整47亿元。这不是一次性的黑天鹅，而是持续不断的慢性流血。东航的情况尤其刺眼，过去5年累计净亏损超过700亿元。什么概念？这几乎等于把一个中型上市公司的市值烧成了灰烬。到今年1季度末，东航的负债总额高达2449亿元。2449亿是什么概念？这相当于全国超过一半地级市1年的财政收入。东航已经不只是高负债，而是站在悬崖边上摇摇欲坠。南航更是雪上加霜，上半年亏损同比扩大超过20%，表现最差。深圳航空作为子公司，更是失血最严重。这三大行已经不再是昔日的蓝天骄子，而更像是一个个负债累累的庞然大物，在经济的寒风里摇摆，随时可能轰然倒下。为什么三大行会陷入如此困境？答案很刺耳，因为内卷。原本应该服务全球旅客的宽体机，由于国际航线迟迟不能完全恢复，只能回流到国内市场。结果就是国内航班运力严重过剩，市场被无限压缩，航空公司不得不拼命降价抢客。一边是高企的燃油、人工和维护成本，一边是不断下滑的票价。这就是今天中国航空业的真实写照。数据冷冰冰地摆在那儿。今年上半年，国航因票价下跌，收入减少了37.65亿元。东航的客运人公里收益同比下滑7.22%，南航的客公里收益水平下降6.12%。这意味着每1公里飞行的票价都在缩水。飞机飞得越多，亏得越惨。更扎心的是，暑运期间本该是黄金档，但数据显示，截至8月24日，暑运国内航班机票均价同比下滑3.7%，比2019年疫情前还低了10%。十几年前，人们憧憬着航空自由化的繁荣，如今却回到了票价血战的泥潭。航司们拼命降价，最终换来的不是利润，而是客满财空。正如业内一句话，航班越满，亏得越狠。从数据看，今年上半年国际客运航班量同比增长了24.9%，听起来不错。但如果和2019年疫情前相比，仍有12%的缺口。别小看这12%，它足以让三大行的财报血流成河。三大行原本依靠欧美洲际航线的宽体机赚钱，如今这些宽体机只能挤进国内市场混饭吃。结果是什么？国际航线没恢复，国内市场卷到死。更糟的是，外部环境在加速恶化。中美贸易摩擦反复，美国取消了小额包裹免税政策，中国对北美出口的航空货运量上半年出现了8.2%的负增长，货运收入不但没有托底，反而再拖后腿。民航局开始出手治理所谓的恶性竞争，但谁都清楚，这只是
一句空洞的口号。市场规律不可逆转，航司们已经陷入一场不得不打的价格战。归根结底，三大行的悲剧与宏观经济的寒潮息息相关。居民消费意愿下降是肉眼可见的。中国人出行的频率并没有明显减少，但便宜才是硬道理。能坐高铁就绝不坐飞机，能买低价票绝不掏钱买全价票。票价下滑背后折射的正是消费降级的残酷现实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很残忍。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仅 3.5%， 明显低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。同期 CPI 连续数月徘徊在负区间，通缩阴影笼罩。消费不振的背景下，航空业无异于被硬生生勒住脖子。从亏损到负债，再到内卷，三大行的故事，其实就是中国经济的缩影，繁荣的幻象被戳破，真实的伤口流血不止。在正常市场逻辑下，一家企业连年巨亏，早该关门、破产、重组。可三大行不是普通企业，而是货真价实的国有航空央企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们背后有庞大的政府背书，意味着他们不能倒，意味着他们哪怕血流成河也得硬撑着。看看数据，东航5年累计亏损700亿元，负债高达2449亿元，正常企业早就被债权人追着破产清算。可它依然在运营，依然在扩大航线，依然在招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政治任务。三大行不是为盈利而活，而是为维持国家的门面和政绩而活。他们要在国际上展示存在感，要维持国门航线，要支撑所谓的大国航空战略。哪怕亏得底裤都没了，也不能停。这就是国企的悲剧，他们表面上是企业，实际上是工具，背负的是政策任务，而不是利润指标。有人会说，国企亏损了，国家可以补贴啊。的确，这些年三大行没少吃补贴的饭。根据公开财报，2024年三大行获得的政府补助总额超过150亿元。可是呢，补贴钱进去就像掉进了无底洞，第2年、第3年依然亏损如常。这就像给一个患了重病的病人天天吊着点滴续命，却从不治病根。航司们靠补贴苟延残喘，根本没有改善竞争力。更残酷的是，补贴带来的不是健康，而是更深的依赖。一旦补贴减少，企业马上现出原形。今天的三大行已经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包袱，而财政本身也在吃紧。根据财政部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财政收入仅增长 2.4%， 但财政赤字却在扩大。地方政府债台高筑，中央财政也开始捉襟见肘。问题是，三大行还在继续要钱，还在不断亏损。10几年前，航空公司还被称为高铁杀手，因为飞机快，时间成本低，价格也能竞争。可如今，现实完全反过来了，高铁反而成了航空的最大克星。从北京到上海，最快的高铁只要4小时，2等座票价550元左右。飞机呢？表面飞行只要2小时，可加上安检、候机、延误，花费时间往往更久。票价呢？即便打折，也往往在600元上下。结果就是越来越多旅客选择高铁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铁路客运量同比增长 6.8%， 其中长三角、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增幅最大。相反，航空公司在这些热门区域，票价被迫不断打折，航线收益率持续下滑。一句话，高铁抢走了白领，低价航班抢走了普通人，航空公司失去了所有理想客户。除了内部体制和市场困境，外部环境的压力也让中国航空雪上加霜。中美关系的紧张、
直接影响了最赚钱的中美航线。美国取消小额包裹免税政策后，中国航空货运至北美市场下降了 8.2%， 未来还可能继续下滑。欧洲市场呢，同样充满不确定性。欧盟正在加紧碳排放税，航空公司执行欧洲航线的成本大幅上升，国际油价波动也进一步放大了风险。本以为走出去能赚美元，可如今的现实是走出去亏更多。航空业失去了国际市场的支撑，只能在国内互相厮杀，卷得血肉模糊。三大行的亏损不仅是财报上的冷冰冰数字，更是成千上万员工的噩梦。过去2年，不断有航司传出降薪、裁员、缩减福利的消息。飞行员的年薪一刀切减少几十万，乘务员的加班费被压缩，地勤人员甚至被迫自费培训。更荒唐的是，在亏损背景下，三大行仍然在不断招收新人。因为国企要稳就业，哪怕自己血流不止，也要硬撑着制造就业数据。结果就是老人降薪，新人低薪，大家一起苦哈哈。这种集体受苦，正是国企困境的缩影。那么，三大行未来的路在哪里？答案很可能是更惨。债务压力持续恶化，东航的负债率已经超过 70%， 南航、国航也在不断攀升。一旦外部融资环境收紧，可能连借钱都成问题。政策束缚依旧存在，即使企业想要精简航线、提高票价，也往往会被政策限制。因为政府要保障出行，要服务民生，所以航司不能自由定价。外部市场难以改善，国际关系的紧张不可能短期缓解，油价波动、碳排放限制都可能让成本进一步上升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一切背后折射的正是中国经济的深层危机，消费持续下滑，内需难振，外需疲软，财政吃紧。航空业不是孤立的，而是整个经济的放大镜。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下行，三大行很可能会成为僵尸央企，不死，但永远活得很惨。三大行的故事不只是行业的困境，而是整个中国经济的缩影。过剩的产能、恶性的内卷、僵硬的体制、持续的债务，就像一根根稻草压在庞大的航空央企身上。当飞机在天空中呼啸而过时，很多人看到的是速度与自由，但在财务报表的背后，真正响起的是另一种声音：亏损的轰鸣、债务的叹息，以及未来塌陷的回声。